最近刷小红书朋友圈，发现了这么一位神奇的大妈，教租客怎么样当强势的租客，不光不交房租，反而要倒坑房东几万刀，床上放虱子，培养霉菌，用水泥堵下水道，损坏房东的房子。总之干啥都可以，就是不当人啊！这样下去，多伦多的租房市场真的要被教坏了吗？ What? 大家好，我是 Norman。最近看到一则新闻，真的是被恶心到了。一个华人大妈开群授课，教大家如何作为租客不当人，把房东的房子搞坏，同时赖账不交房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她具体做了些什么。可以看到，这个租霸先是声称可以免费租房几年，还能拿到几万块搬家费，如果驱赶100%败诉。加了他的群，可以看到更多令人震惊的言论，有教唆房客不交房租的，说是只要你不搬家，房东是完全没办法的，也没办法进你的家。更有其他人在群里教唆租客用水泥堵下水道，放床虱，培养霉菌，劫房东财，甚至劫房东色的。最离谱的还有人叫嚣着把房子点了，装作没有租过房子。一旦有人质疑这是否犯罪，就会被群主踢出群。看完真是让人感慨，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这样的低素质租客群体，也难怪靠谱的租客越来越难找到心仪的房子了。首先给这个事情定个性，这和小偷小摸、打家劫舍、坑蒙拐骗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大妈教唆犯罪，其他人实施犯罪。如果屏幕前的你不认可这个观点，还是推荐你看看其他博主的视频啊，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大家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种明显的犯罪行为，只不过是在加拿大极端保护租客的大环境下，显得似乎可以有那么一点为所欲为了而已。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也不应该鼓励犯罪行为和老赖行为，而是应该鼓励勤劳努力工作的人和行为。这当然包括承担风险、花钱购买支持房地产行业、每月按时付月供、买保险的房东阶层。对于房东来说，在多伦多这样一个保护租客利益接近无以复加的区域，房东有什么好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先说结论，只买新房，把旧房卖掉。在安省，房东基本上唯一的核武器就是新房可以每12个月无限涨租一次。这边我想最后一次给大家解释一下 Norman 定义的新房到底是什么意思，旧房是什么意思。新房是2018年11月15日及以后首次入住的房子，旧房是2018年11月15日以前首次入住的房子。新房不等于楼花，新房等于楼花加新的现房。新房无限涨租给租赁市场带来了什么巨大的影响呢？答案是老赖租客会不由自主地躲避新房，而去找旧房房东的麻烦。旧房房东跟租客打交道是处于极端被动状态，旧房房东每年只能涨1%到2%左右的房租。如果租客欠租，比如2000一个月，房东打1年官司下来，最多就是判补齐租金2万4，租客还能混5%的利息，也不用搬走。而新房房东并不是，每12个月可以无限涨租一次。如果租客不交租，到12个月的时间点，房东可以把房租从2000涨到5000。1年之后，租客补齐租金要按6万补齐。这个时候有人会说啊 Norman， 法院真能这么判吗？法院当然有可能不判租客付6万，但是极大概率也不会判租客只付2万4的。毕竟利息高、地税高、花钱请人、跟不讲理的租客沟通，这些都是成本。成本上升需要涨房租，合情合理。我猜测大部分情况 LTB 会判一个2万4到6万之间的数字。当然，如果租客靠谱，房东也是没有动力把房租涨太多，导致租客搬走的。我自己的房子一般只会涨到市场价的9到95折。我在多大上学期间学的最重要的一门课是耶鲁公开课的博弈论。对，你没有听错，耶鲁公开课的博弈论，免费的课大家都不喜欢听啊。我可是非常认真的听下来了的。这门课里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 backward induction 倒推法。我们感觉新房旧房租客都会去找房东的麻烦，其实大部分租客对租赁法比大部分房东是要门清的。
如果你是一个租霸，你会选择跟新房房东硬刚，等1年判下来有一定概率要最后付6万呢？还是会找一个旧房房东，即使判下来最多也就付2万4呢？纯粹根据我的经验和我的理智得到的结论是，租霸只会选择旧房房东去欺负。对于旧房房东来说，遇到租霸知道需要花大几千起诉完了，最后也就是判补齐租金2万4，租客依旧会作妖倒推回来，大部分房东可能就不起诉了。对于新房房客来说，知道房东可能涨租金，被起诉有可能付远多于2万4租金的时候，倒推回来，租客可能就选择搬走了，再找个旧房房东找茬。大家要知道，但凡租霸能搬走，99%的问题就已经算解决了。绝大部分房东即使不能额外再要回钱来，这个时候一般也是心满意足的。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人，尤其是旧房房东，依然不相信我说的，信不信真的随意啊。我强烈推荐你买1、2套新房招租一下，感受一下区别。这个区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我们感觉上新房和旧房好像除了无限涨租以外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会发现新闻中小红书里看到的几乎所有租霸地址清一色的都是旧房？就是因为旧房和新房在涨租权利上的巨大区别所造成的。在这里我也公开征求新闻，我自己确实没有在新闻里看到新房房东遇到特别严重租霸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看到新房房东被租霸吊打的新闻，欢迎评论区告诉我，在这边真诚的谢过了。又会有人跟我说，没有新房房东被恶心的新闻，很可能主要是因为新房数量太少了。根据 The Globe and Mail 的2021年统计，大多伦多地区有240万套房子，之后再建的所有房子也都算新房。按大多伦多地区每年差不多4万套的龟速建房效率，从19年到现在怎么样也有20万套房，而且新房占的比例一定是越来越高的。在接近10%的房子都是新房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看到新房房东严重中招的新闻。这个出现的频率基本上是很多次和接近0的关系。相信这样一个数据也是极端有说服力的。相比之下，如果你是 BC 省的房东，那么真的很不幸的告诉你，在 BC 真的不太适合做房东，太难了。租客保护得非常好，所有的房子都有硬的租金管制。这也是为什么从大约3年前起，我就有很多 BC 省的客户来找我买安省的新房来投资了。当然也有像阿尔伯塔这样的省份，没有租金管制，房东每12个月可以随便涨租一次，对房东来说算是比较友好的省份。如果到目前为止你认可我的思路，那么顺着我的思路继续下去，另一个我发现的可怕的现象就是，本来租霸是新房旧房一起找茬的，平均分配，雨露均沾，而现在原本属于新房的租霸 quota 认清租赁法规之后，都选择去找旧房房东的麻烦了。相应的，旧房房东遇到租霸的比例也会有明显的升高。所以让我对 BC 省、AB 省和安省当房东的艰难程度排一个顺序的话，第一名最舒服的是安省的新房房东，无限涨租，而且租霸比例低。第二名舒服的是 AB 的房东，无限涨租，租霸比例正常。第三舒服的是 BC 的房东，有限涨租，租霸比例正常。最差的也是最不舒服的，实际上是安省的旧房房东，有限涨租，租霸比例高，而且这个比例相信会越来越高。这也是为什么在安省新房无限涨租这条政策出来之后，我几乎在第一时间卖掉了所有的旧房，都换成了新房。在我看来，理想状态下，安省的旧房只适合用来自住。当我们不住了以后，旧房的宿命应该是卖给下一个选择自住的人。即使现阶段安省新房已经是有一定程度偏袒房东了，我相信租赁法规依然是需要根本性变革的。如果不能以公平为根本原则，摒弃谁弱谁有理的错误逻辑，就一定会出现加拿大版本的老人摔倒了没有人扶的社会问题。现实中受害的除了本分的房东，还有本分的租客，因为小部分租霸利用游戏规则欺负旧房房东，导致房东入住前调查租客的资料一定要像防贼一样查个底儿掉。很多租客，尤其是刚来到加拿大的人，也因为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明自己不是租霸，陷入了租不到房子的尴尬境地。这个锅也是租霸利用游戏规则欺负房东直接造成的。
假如我们所有人都是政策的 follower， 那么只能想办法在规则内用魔法打败魔法。我的方法是投资只买新房，到目前为止效果显著。能不能无限涨租，像蝴蝶效应一样，把租霸无情地推给了旧房房东群体？我遇到了太多的旧房房东，真的是不听劝，我怎么说一定要跟我怼啊！旧房也没有问题嘛，旧房新房的问题是一样的。没关系，对，就是你说的对，对。推荐旧房房东买套新房，真实的感受一下差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旧房的差别的时候，未来市场也会因为新房可以无限涨租，给到新房一个额外的溢价。比如2018年11月16日入住的房子，会比2018年11月14日入住的房子，看起来平白无故，实则有理有据的贵5%。租霸少，升值多，认准安省的新房。不知道买啥新房靠谱的朋友，也欢迎看一下我上期视频讲到的多伦多目前的楼花第一名 Daniels on Parliament 的南楼 Norman Approved 的超大开发商，保证不坑。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